我接到了丈夫的电话。老婆，今天晚上我要跟哥一起陪客户应酬，走不开。跟大哥一起应酬，可他口中的大哥，分明在我身边。景州今晚又不回来了。说在跟你一起应酬客户。不生气吗？明明我在家里，他骗了你。他骗我也不是1次2次了。先吃饭吧，今晚都不在家，我难得下厨，尝尝。他今晚也不回来。陆景州不回来，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？你们是兄弟，那是他继兄而已。苏茉莉，在一起，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只是碰巧都有事回不来，这不能说明什么。别自欺欺人了，苏茉莉。那天晚上，你不是已经亲眼看到了吗？奇怪，锦州不是说在餐厅办生日宴吗？大哥怎么说临时改到夜总会了？怎么样？我跟谁让你更舒服？他那条死鱼哪能自比？要不是他家能帮我夺权，我看他一眼都像会有。所以那天是你故意引我到夜总会的，你早就知道他的事，故意给我发信息，就是为了让我目睹那一切。如果我说是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和我都是受害者，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我不想知道。是不想还是不敢？苏茉莉，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，你真的甘心吗？那我能怎么办？离婚吗？那我爸妈怎么办？他们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受刺激。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报复的办法。阿离，想让他们也尝尝被爱人背叛的滋味吗？不，这样不对。你是我这哥哥，我们怎么可以？我说了，是继兄。我跟陆景州异父异母，只是同属陆氏，才以兄弟相称。可是，苏茉莉，他们俩在酒店滚床单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才是？他们可以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可你已经有了孩子，我不能。那个孩子是陆景州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未碰过林婉儿，我跟她只是联姻，没有感情。可她怀了你孩子，你不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她跟谁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，我想要的另有其人。阿离，我会是你报复陆景州最好的工具。锦州，阿离，陆锦琛喝多了，我得照顾他。今晚我就不回去了。锦州，你那什么声音？老公，你旁边有女人。都是冲着陆锦琛来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千万别告诉嫂子啊。是吗？是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向来来者不拒，我可是洁身自好的。乖，你先睡，不用等我了。原来他真的把我当傻子。他怎么想重要吗？不死心。至少他还愿意骗我，说明他还是在乎我的。你觉得他骗你是在乎你，而不是怕你闹起来麻烦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行，你说他关心你，
心里有你。那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你生病了，看他会不会抛下林婉儿回来找你。不是说他心里有你吗？为什么不敢打？没必要，他对我好不好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撒谎，苏茉莉，你心里清楚，就算你生病了，陆景舟也不会多看你。你到底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苏茉莉，你不打，我打。不是跟你说了不回来吗？又怎么了？景舟，我好像有点发烧了，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一下？发烧？好好的怎么突然发烧了？你没有骗我吧？没有，景舟，我真的很不舒服，你快回来好不好？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看，他已经答应回来照顾我了，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他答应你的事儿还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不是在骗你？不，这一次不一样，他知道我不舒服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哥，苏茉莉说她发烧了，你替我去看一眼，照顾一下她。大哥，你替我去看一眼。苏茉莉说她发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听到了吗？你又被骗了。不是的，景舟他只是担心我。那你呢？苏茉莉是你老婆，她生病了，你不回去？我搁外面潇洒呢，哪有空管她呀？你帮我看一眼就行了。对了，我说我跟你一起应酬客户的，你记得给我打掩护啊。那我要是没空呢？那就算了呗，发个烧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，他自己吃点药也就好了。还非要我回去照顾，惯的什么毛病？陆景舟，你混蛋！你那边有女人？不对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陆景琛，求我，求你，别让他知道是我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说话！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？我去洗个澡。陆景舟，你连你老婆的……我老婆？陆景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跟苏茉莉在一起？陆景琛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你跟苏茉莉在干什么？陆景琛，你他妈的给我说话！什么苏茉莉？你他妈还好意思问我？你刚刚说我老婆不是苏茉莉？我说的是你连你老婆都没空关心，还有闲心关心我旁边有没有女人。你算了，只要不是苏茉莉就行，别的女人你爱找谁找谁，我管不着。我在忙，挂了。怎么，亲也亲了，咬也咬了，就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？那是你逼我的，你故意让陆景舟误会，就是为了逼我。那你呢？你心里对我就没有一点感觉吗？苏茉莉，你自己想想，他多久没正眼看你了？多久没陪你吃一顿完整的饭了？你生日那天，他记得吗？他连你生病都不愿意回来看你一眼。苏茉莉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没看我忙着吗？放那儿。能不能别黏着我？烦不烦？说了多少遍别等我吃饭，跟个鬼似的坐那儿吓谁呢？我还是觉得女人的声音熟悉，如果不是苏茉莉，还能是谁？怎么了？放下电话就魂不守舍的？陆景琛那头有女人的声音，我听着像苏茉莉，但他说不是，不知道跟谁搞在一起。不可能，陆景琛身边怎么可能有女人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陆景琛有白月光，结婚2年，他连我这个老婆都不肯碰，怎么可能碰外面的女人？他从来没碰过你。你以为呢？
他眼里只有他的白月光，别人他看都不看一眼。你自己看，也不知道是谁的，放钱包里跟宝贝似的，藏了好几年。锦州，你之前的平安符丢了，这次我一步一叩头又补求了一个，你贴身带着。什么破玩意儿，封建迷信，以后少弄这些没用的，碍事。这是苏莫离的，是他专门上山给我求的平安符。那怎么会在陆景琛手里？他捡起来的，所以他的白月光是苏莫离。陆锦州，你混蛋！陆景州，你连你老婆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？操！陆景琛，你他妈想死！苏莫离，你他妈怎么敢！想好了，不后悔。想好了，陆锦州可以，那我也可以。苏莫离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接。他会发现的。既然已经想好了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我还没做好准备。来不及了。你猜，陆景州从酒店开回来要多久？你什么意思？放开我！陆景琛，你早就知道他会回来。苏莫离，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，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。陆景琛，你疯了！陆景州会杀了你的。那又如何？阿离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今晚你只能是我的。人呢？不是说发烧了吗？别哭了，求你。被子是热的，人却不在，难道是躲起来了？难道躲在床底？害怕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陆景琛，你疯了！我想要什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明晚跟我一起吃饭，就我们两个。不可能，陆景琛，今晚是意外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你以为你还有反悔的余地吗？陆景琛，你是故意的。是又如何？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怎么办？陆景琛，他真的过来了。想清楚。不要，别让他发现。陆景琛，求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是吗？在这里也可以吗？你疯了！陆景琛就在外面。
要不要赌一把？我赌他不会发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不让他发现，我都答应。别动。你乱动，他会听见。乖。请问是苏莫离女士的家属吗？这里是仁安医院急诊科，苏女士急性肺炎正在抢救，请您立刻来一趟。高烧，急性肺炎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陆景琛，你混蛋！答应你的事，我做到了。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食言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电话……我在上楼之前就让人安排好了，以防万一。你早就料到他会回来，你从一开始就……对了，医院，我得去医院，不能让景州发现我不在。他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了，要是他到了医院发现我不在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让人提前安排好了同名同姓的患者，所以今晚你哪里都不用去。陆景琛，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在兑现你的承诺，你答应了的，在这里也可以。那是情况紧急，不算数。苏莫离，你到底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还没看清楚吗？陆景舟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。那你呢？陆景舟娶我是为了利益，可你不也是想通过我报复他吗？你和陆景舟又有什么区别？你觉得我把你当棋子？不重要了，为了利益也好，为了报复也罢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今晚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你就这么走了，就不怕我跟陆景舟说些什么？你威胁我？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总得跟我的好弟弟聊一聊。接啊，怎么不敢？苏莫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家。在家？你不是急性肺炎在抢救吗？护士可能说的夸张了，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。我去了医院开了点药，就回来了。是吗？怎么就这么巧？我刚到医院你就回家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巧。你在家等着，我现在就回来，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。陆景舟要回来了，你快走。明晚7点，我等你。什么？一起吃晚饭，你答应过的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？陆景舟马上就回来了，你快走。我会一直等到你来为止。明晚不行，我已经和景舟约好了，一起吃晚饭。推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推掉他，来见我。不行，我会等你，你不来，我就不走。真的发烧了？
吃了药，已经好多了。要去医院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，没顾上。所以，你就让大哥陪你去医院了。大哥？陆景琛，是他陪你去医院的吧？锦州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哥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应酬吗？你还打电话回来说他喝醉了，要照顾他不回来了，你忘了？算了，是我弄错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我还有事儿。苏莫离，你告诉我，陆景琛的袖扣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不可能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袖扣会不会是你的？我的？你觉得我会认不出自己的东西？这袖扣款式挺普通的，你忘了也有可能。苏莫离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根本不用袖扣？你看清楚，这上面刻着什么？我的袖扣怎么会刻着别人的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陆景琛来没来过？你能不知道？荆州要的合同。下午大哥的确来过。然后呢？你们干了什么？他来找你有点事，但你不在，他就在客厅坐了会儿，可能是那时候不小心掉的。如果只是在客厅坐了会儿，为什么他的袖扣会掉在这里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你不知道是吧？那我自己查。锦州，你去哪儿？查监控。要是让我发现你说谎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完了。张妈，把今天的监控全部调出来，电梯、客厅、走廊，每一间我都调出来。二少爷，今天下午监控定期维护，全部都停录了。早不维护，晚不维护，怎么就这么巧，偏偏今天维护？这确实是定好的日子，每个月都有一次。您要是需要，我找人看看能不能恢复。恢复什么？家里遭贼了？你的袖扣为什么会掉在我老婆房间里？哦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了？陆景琛，你他妈少装蒜！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紧张什么？下午来找你谈项目，你不在，可能上楼找洗手间时掉的。你上2楼干什么？1楼没有洗手间吗？张妈说2楼的那间更干净，我就上去了。这也要跟你报备？袖扣掉在卧室，你说你只是去了洗手间，不然呢？还是说你觉得我干了什么？景琛，我去你妈的！住手！你下来干什么？心疼了？不是的，锦州，我只是……行了，打也打了，闹也闹了，弟妹还生着病，牵扯她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她生病了？我好像没有跟你说过。你自己打电话让我来照顾弟妹，都忘了？倒是你，疑神疑鬼的，难不成是自己心里有鬼，看谁都像贼？张妈，你说今天下午到底怎么回事？下午大少爷确实来过，在客厅坐了一会儿，就上了2楼。我最恨别人骗我。张妈，你知道在我面前撒谎是什么后果吗？二少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少爷10几分钟后下来了，具体进了哪个房间我真的不知道。滚下去！是。这下放心了吗？张妈是你的人？是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指的是什么？袖扣是你故意拉下的，对吗？被你发现了。为什么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觉得呢？我是为了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既然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为什么非要把我逼到没有退路？陆总，说，您这么做，不怕苏小姐恨您吗？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总好过继续被陆景舟骗。如果非要用这种方式恨我，也比忘了我好。陆景琛上楼，真的只是去洗手间，还是陆景舟？你连你老婆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？你觉得我跟你老婆干了什么？他妈的，我必须回去问个清楚！景舟，你不是……陆景琛上楼，真的只是去洗手间？你跟陆景琛很熟？不熟。是吗？我知道你们在竞争陆氏继承人的位置，躲他还来不及呢。知道就好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他的东西出现在这里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之前你给我求的那个平安符呢？景舟，你之前的平安符丢了，这次我一步一叩首，又补求了一个，你贴身带着。什么破玩意儿，封建迷信，以后少弄这些没用的，碍事。那个平安符不是被你丢了吗？我看见你扔进垃圾桶，还以为你不喜欢。我扔了，你就不会捡起来吗？还是说你把它给别人？怎么会？我一直好好收着呢。你看，在这儿呢。什么破玩意儿，封建迷信。果然，陆景琛那个不是苏墨林的。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？你要带吗？我带这个？谁要带这么丑的东西？这种丑东西，只有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归宿。行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先睡吧。陆景舟，为什么？以前你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救命！有没有人救救我？小心！这是我去庙里一步一叩求来的，保佑你快点醒过来。为什么，陆景舟？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苏墨离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难道真的已经把我忘了？景舟，你答应过的，今晚我做饭，等你回来一起吃。我知道。景舟，再等等，景舟肯定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景舟，你回来！怎么是你？
我来陪你吃饭。不用，锦州等会儿就回来了，他答应过我的，今晚陪我一起吃饭。他今晚不回来了，今天公司酒会，他没告诉你吗？公司酒会？他甚至都不知会你一声，就让你在这里白等，这就是你说的他心里有你。你胡说，他肯定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死心吧，他现在跟林婉儿在一起，不会接的。不会的，他只是在开车，他只是不方便接电话。是不会，还是你不敢想？你猜，陆景舟不接你电话的时候，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什么？他在吻她，像你见过的那样，他的手放在她的腰上，慢慢往上或者往下。你猜他现在碰到哪里了？锁骨还是胸口？别说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等的这个人不值得，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？他会发现的，家里有监控，如果被他看到……放心，他不会看的，他眼里只有林婉儿。你在这里等了多久，他就跟林婉儿待了多久。春宵苦短，他怎么舍得浪费？可是什么？你是怕他发现，还是怕他发现之后却无动于衷？但我不一样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苏茉莉。你真的不想试试吗？苏茉莉，开门！放开，他回来了。让他敲。你疯了！你闻到了吗？他喝酒了，身上还带着林婉儿的香水味儿。他进门的时候你就能闻到了。你等了他那么久，他却刚从别的女人床上下来。苏茉莉，你甘心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不想像他一样，让你等。苏茉莉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开门！他等不及了，但你可以让他等，就像他让你等了无数次一样。苏茉莉，你再不开门，我拿钥匙了！告诉我，你想让他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那就等到你知道为止。他妈的，搞什么鬼？苏茉莉！锦州，你回来了。苏茉莉，你在家为什么不给我开门？我刚才在洗手间，没听到。你一个人在家，桌上怎么会有2副碗筷？我以为你会回来。行，我先洗个澡，等会儿陪你吃。锦州，你喝了多少？要不要先喝点蜂蜜水缓一缓？不用，洗完澡再说。锦州，你在拦我？洗手间里有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刚用过，地上有水，怕你滑倒。是吗？锦州，放开！没人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你刚才为什么拦我？我说了，地上有水，怕你滑倒。就因为这个？你喝了酒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
多管闲事。行了，出去吧，我洗澡。陆景琛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今天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你回不回来吃饭。不是跟你说了不回来吗？以后别打那么多电话，我在外面应酬，不方便接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明天董事会酒会，你跟我一起去，穿好看点，别给我丢人。好。王总，您等的人来了。苏小姐，苏家技术的实际控股人，久仰久仰。荆州，你太太好像不太给我面子啊。王总跟你握手，你没看见吗？王总，苏小姐比传闻中还漂亮。弟妹，王总可是董事会最说得上话的人，头一回见面，该敬王总一杯吧。荆州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喝酒。别扫兴。莫离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会是不想给王总面子吧？还是说你不想锦州好？苏小姐要是瞧不上王某，那合作的事……苏茉莉，让你敬王总是给你脸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王总，我敬你。好，苏小姐爽快。苏茉莉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陆锦州让你喝酒了，他不知道你酒精过敏吗？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要喝的。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苏茉莉，你到底还要作践自己到什么时候？放开我！我不需要你可怜，我愿意喝，用不着你多管闲事。他但凡有一分心疼你，就不会让你喝那杯酒。所以呢，你想来当救世主？你以什么身份？你配吗？我得回去了，锦州还在里面等我。好，我陪你去，让你看清楚。这么急干什么？董事会酒会还没散呢，就巴巴的把嫂子拉到旁边包间来。怎么，在你老婆那儿受了气，就跑来找我撒火？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，我早就成陆氏接班人了。你真不怕王总对你老婆做点什么？怕什么？王总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贼心没贼胆，他也不会真拿苏木里怎么样，不过就是追求刺激，揩揩油罢了。那万一他真对苏莫离下手了呢？你岂不是要心疼死了？苏莫离不会让他得逞的，他那个性子，碰一下都能跳起来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心疼他。没良心的，那还不是为了你？你不肯喝的酒，我叫他来替你喝，我对你还不够好？所以你更心疼我。怎么样？现在死心了吗？
苏茉莉，别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。我还没想好。还不够吗，苏茉莉？你还要替他找多少借口？不是的，陆景舟他不爱你，否则他不会让你喝那杯酒，不会默认别人的气语，更不会将你置身险境。苏茉莉，你还没明白吗？陆景舟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别说了，求你别说了。跟陆景舟离婚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我不能。我父母年纪大了，他们不能受刺激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爸妈把你捧在手心里养大，真的想看着你因为陆景舟委曲求全糟践自己吗？他们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教过你怎么爱自己？够了，别说了。承认吧，你不是不能，而是不敢。你不敢面对残酷的事实，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归根究底，维护的是自己那摇摇欲坠的自尊。够了，陆景琛，我让你别说了。你电话。什么事？陆总，酒会快结束了，董事们准备散了。您看，知道了，让他们先走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对了，苏茉莉那边怎么样了？苏小姐，她不在包间里，王总也不在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派人去找！是。怎么，老婆丢了急成这样？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苏家那边不好交代。能出什么事儿？大不了不过被王总啃两口，恶心2天也就过了。怕就怕没那么简单。谁？嘘。你说会不会真让王总得手了？哼。怎么了？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没有，外面没人。他在找我。他以为我和王总在一起。他不担心我，只担心跟苏家不好交代。你说的对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现在知道也不晚。他找来了。害怕？怕。怕他看见，还是怕他看不见？要是怕他看见，你现在出去说你喝多了，他会信的。那你呢？万一被他发现，他不会发现的，因为他不在乎。或者，你也可以让他看个清楚。苏茉莉，你在想好了吗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人呢？景舟，你在找什么？你还没准备好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从这儿绕过去，陆景舟不会发现的。陆景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陆氏现在谈合作，需要让自己老婆陪酒了。什么陪酒？商务宴请，正常往来而已。正常往来需要喝酒吗？不知道他酒精过敏吗？醉成这样，连站都站不稳。要不是被我遇见，现在他就被王总带走了。你酒精过敏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结婚3年，你连你老婆酒精过敏都不知道吗？哦，那就奇怪了，连景舟都不知道他酒精过敏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我都不知道的事。
怎么知道？是我刚刚告诉他的。是吗？是啊，刚刚我也跟你说过，我不能喝酒，可你还是把酒杯递到我手里。你知不知道，刚才如果不是大哥及时出现，我差点就被占便宜了。还能说这么多话，看来醉的也不是很严重嘛。怎么这么巧就被景琛遇到了？你们俩之间该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嫂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林小姐，今晚又为什么在这里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今晚是陆氏董事会的酒会，你不是董事会成员，也不是陆氏员工，你在这儿是陪谁？难不成是跟景州有一腿？行了，我老婆喝多了，我送她回去。阿离，过来。她现在站不稳，你扶不住。陆景琛，你让她陪王总喝酒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她是你老婆？现在她站不稳了，你想起来扶了，你配吗？苏莫离，我让你过来，你没听见吗？景州，你弄痛我了。知道痛就赶紧跟我回去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陆景州，你就是这样扶她的？我管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松手！放开我，我不走。苏莫离，你说什么？没听见吗？她说她不走。苏莫离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不走。景州，你看看，弟妹可真是长本事了，有人撑腰，连你的话都不听了。苏莫离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你就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她不想走，你听不懂吗？你闭嘴！我在跟我老婆说话。我不走，你已经把我推给王总了，我还跟你回去干什么？景州，看来你在你老婆心里的地位还不如你大哥呢。人家宁愿靠着你大哥，也不愿意跟你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苏莫离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走。好，好得很。这只是一个警告，苏莫离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。陆景琛，你！陆景琛，别！再让我看见你打女人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疼吗？陆景琛，你他妈想死是不是？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别拿老婆撒气。我去你妈的！陆景州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离婚吧，这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离婚？苏莫离，你疯了！就因为我打了你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对，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。不可能！1周后陆家董事会就要商定继承人，你现在跟我离婚，外人怎么看我？离不离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陆景琛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撺掇苏莫离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让我失去苏家的助理，好让你在董事会上稳操胜券，是不是？够了，陆景州，离婚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跟他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如果不是他挑拨离间，你敢对我说一个不字吗？你以为自己长本事了？你被他利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这是要借你的手毁了我。那也是你自找的，陆景州，你只有在需要苏家的时候才会正眼看我，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那你爸妈呢？他们心脏不好，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能不能受得了这个刺激？阿丽，我知道刚才动手是我不对，我是喝了酒脑子不清静，但我心里是有你的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弟妹，你们夫妻的家事，你看一个外人做什么？阿离，别急着做决定，我先送你回去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大哥会送我回去。不能发火，不能再把他推远。行，让你大哥送你。你现在不清醒，说的话我不当真。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谈。
还是不该对他动手。要是真跟我离了婚，1周后的董事会就麻烦了。是他不安分在先，谁叫他跟陆景琛拉拉扯扯，不是把你的脸放地上踩吗？被打也是活该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被逼急了。那他要是真铁了心跟你离婚，下周的董事会你怎么办？他吃软不吃硬，等晚上回去我再哄哄他就好了。实在不行，他父母那边也可以做做文章。他最在意的就是他爸妈，只要我姿态放得够低，他会心软的。你还真是了解他。3年的夫妻不是白做的，不过我感觉他今晚有点不对劲。以前他从来不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更别提离婚了。他喝多了，醉话你也当真？也是，等回家好好哄哄就没事了。阿离，今天是我下手太重了，你要理解我。10天后就是董事会，你是我老婆，你应该站在我这边，而不是跟陆景琛搅在一起。等董事会结束，等我继承了陆氏，我会对你好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。别碰我，我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我帮你看看。别碰我！苏茉莉，你他妈是不是给脸不要脸？我说了，我不舒服。我碰你就不舒服，陆景琛碰你就舒服了？陆景舟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，停车场你不是笑得很开心吗？轮到自己老公你就不舒服了？陆景舟，你混蛋！我还有更混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是我老婆，我想碰你不需要你同意。放开我！苏茉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放开！陆景舟，你今天敢碰我一下，我明天就去法院告你强暴！好，苏茉莉，你长本事了，你给我等着，10天，等董事会结束，我们再慢慢算这笔账。陆景琛，能帮我找一位离婚律师吗？肉眼7分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有话问我。7天后就陆家董事会，如果我现在跟陆景舟离婚，会对他造成影响吗？你希望对他造成影响吗？我不知道，毕竟他救过我的命。无论你希望他失去继承长权，还是只想离开他，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我都会帮你的。你帮我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让我请你吃一顿晚饭？是。快尝尝，这是我专门去买的，据说他们家的肉眼火候最好。好吃。那你多吃点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们再一起去吃。好。后来我出国治病，没想到再回来时，你已经嫁给了陆景舟。这顿牛排竟然到今天才吃上，尝尝。陆总，拍到了。曾经陆景舟也是这样。切的手酸了吧？换我来。你也尝尝。好吃，你对我真好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天天吃你给我切的牛排。好，我给你切一辈子。真的？那你说话要算数。一辈子对你好，说到做到。苏茉莉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我不走。好，好得很。陆景舟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？你也尝尝。陆景琛，你切牛排的样子很像一个人。苏茉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跟我说身体不舒服，转头就跟他在这儿吃烛光晚餐。
苏莫离，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别多想，只是家里阿姨请假了，我和大哥才出来随便吃点儿。随便吃点儿？我跟陆景琛结婚2年都没吃过烛光晚餐，你管这叫随便吃点儿？牛排都喂到嘴边了，你还在这跟我装？苏莫离，你他妈当我瞎吗？我没有。你看清楚，照片上的人不是你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连陆景琛都要勾引苏莫离，你就这么缺男人吗？他右手扭伤了，切不动牛排，我帮他切，顺手递了一块，仅此而已。是吗？你要真有那么贴心，怎么我们结婚2年，你连一杯水都没给我倒过？怎么换成弟妹，你就巴巴的贴上来了？林婉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陆景琛什么时候对别人这么上心过？怕不是早就想好怎么撬墙角了吧？陆景琛，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，跟大哥无关。这顿饭是我让他陪我吃的。苏莫离，你这是承认了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陆景舟，你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不是说公司有事吗？为什么跟林婉儿在一起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跟陆景琛吃烛光晚餐被有心人拍下来了，我这才带着嫂子过来给你们俩善后。是吗？不过是吃个晚饭，谁这么多事，还专门给你通风报信？可能是哪个好心人见义勇为吧。怎么，敢做不敢认？那倒不至于，就是奇怪，这家餐厅今晚被我包场，根本没有别的客人。谁给你发的照片？陆景舟，你找人跟踪我？弟妹，你想多了，什么跟踪不跟踪的？景舟就是不放心你，怕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。是不放心他，还是不放心苏家的股份？陆景琛，你闭嘴！走，跟我回去。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不走。苏莫离，行了，弟妹，景舟对你不薄，给他点面子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阿离，刚才是我急了，我不该凶你，我就是看到照片心里不舒服。你跟我回去，回去我们好好说。还有爸妈那边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陪你回去吗？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小心！苏莫离，你答应过我的。陆景琛，这是我老婆。苏莫离，牛排还没吃完。苏莫离，你先回去，我跟大哥把饭吃完。你他妈！行了，都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如就一起吃点儿。弟妹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景琛，我记得你喜欢吃法餐，这家鹅肝不错，比我们上次在巴黎吃的那家还好。景琛，你怎么不吃？难不成要弟妹给你夹？这才对嘛！景舟，你别顾着自己吃，照顾照顾弟妹。你最喜欢吃的鲑鱼？他海鲜过敏。景琛，你对弟妹可真上心。景舟都不知道她海鲜过敏，你竟然知道？是啊，我记性好，不像有些人。3年了，什么都记不住。陆景琛，你没完了是吧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连她的过敏源都记不住，你也好意思说她是你老婆？那是我跟她的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。你不在意的事，自然有人替你在意。陆景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着嫂子的面你说这些，她不会介意的。再说，不还有你吗？你替我照顾嫂子，我替你照顾弟妹，我们扯平了。陆景琛，
你他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一家人相互照顾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尝尝这个，你喜欢的。好啊，大哥照顾弟妹，那礼尚往来，做嫂子的也该照顾照顾弟弟。锦州，你说是吧？别想了，吃饭。哎呀，弟妹，帮我捡一下。弟妹，捡到没有啊？找到了。阿丽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去趟洗手间。我去结账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要是他发现了，我们怎么收场？你还在意他会不会发现？我当然在乎。下周就是董事会，为了公司，我跟他也不能离婚。可惜已经晚了。从苏茉莉跟陆景琛牵扯不清开始，你就出局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们俩真的有一腿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陆景琛心里一直有个人，为了那个人，结婚2年，他碰都没碰过。你说那个，我看过了，照片上那个平安符不是苏茉莉的，不是他。千真万确，苏茉莉给我求的平安符我一直收着，2个平安符我比对过，不是同一个。那陆景琛钱包里的那个，可能是在同一家寺庙求的，款式一样罢了。是吗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我担心你。你都看见了。离婚的事，我想从长计议，毕竟他救过我的命。就冲这一点，我不想跟他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不会太久。其实我一直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总说陆景舟对你有救命之恩，我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。救我！后来就嫁给他了。现在想想，我对他到底是爱还是感激，我自己也分不清了。苏茉莉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？救你的那个人是我。这是当年你为我求的平安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是我去庙里一步一叩求来的，保佑你快点醒过来。10年前救我的那个人，真的是你？不对，我记得他的声音不是这样的。那场火之后，我的嗓子就坏了，吸了太多浓烟，声带受损，在国外治了2年，才恢复到你现在听到的样子。你尝尝，这次不烫了。他声带受损，说话会疼，尽量让他少开口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认错人了。所以你跟陆景舟在一起，只是因为你把他认成了我。你知不知道那天你突然消失，我找了你多久？直到后来我遇到陆景舟，我以为他失忆了，不记得我了，所以我才嫁给他，照顾他，对他好。对不起，我被转院去国外治病的时候正在昏迷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那后来呢？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我回来过，可我看到你看他的眼神和当年看我的一模一样，我以为你爱上他了，我怕你恨我，怕你觉得我在破坏你的幸福。可我过得不好，他打我，利用我，把我推给别人，我过得一点儿也不好。所以我现在后悔了。如果这When you and I were forever wild,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'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? 你想好了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了。我等你了10年，不想再等了。
不对，我还是感觉有哪里不对。怎么还在想你老婆？我明明已经确认过，陆景琛手上的平安符不是苏茉莉的那个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还是不踏实。行了，那都不重要，有时间不如多担心担心董事会。我可是把全副身家压在你身上。到底是哪里不对？锦州，你之前的平安符丢了，这次我一步一叩头又补求了一个，你贴身带着。什么破玩意儿，封建迷信，以后少弄这些没用的，碍事。之前的平安符丢了，苏茉莉，你什么时候送过我平安符？难怪他一直问我之前的平安符去哪儿了，因为陆景琛那枚平安符就是苏茉莉给他的。你是说苏茉莉把我当成了陆景琛了？贱人，今天我必须找他问个清楚。苏茉莉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在里面干什么？你到底跟谁在一起？怕吗？我不欠他什么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彻底放下了。嗯。那继续。开门！苏茉莉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里是公共场合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阿离，我知道你生气，我改，我真的改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先出来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贱人，你跟陆景琛到底在里面干什么？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人呢？明明看着他们进来的，能去哪儿？难道他们就没有进洗手间？不可能！我看着苏茉莉走进来，她怎么可能从我眼皮子底下消失？锦州，这面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你之前说想从长计议，如果现在被他发现，会打断你的计划。可现在他们都在门外了，你觉得我们还有选择吗？如果有呢？这里有暗门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家牛排馆被我收购了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还记得吗？贱人，你跟陆景琛到底在里面干什么？这是你们逼我的。跟我走吗？别找了，要是能让你找到暗门，陆景琛就不叫陆景琛了。他早就计划好了，他就是奔着苏茉莉来的。是啊，人家准备了这么久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我不信，我跟苏茉莉做了3年夫妻，我不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失去苏家的支持，你陆氏继承人的位置就悬了。陆景州，到时候我可不保证林家会站在你这边。林婉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知道，林家从不做赔本的买卖。一个两个都跟我过不去，我偏不如你们的意。
陆景舟快绷不住了，我不想再等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明天我就去跟爸妈说清楚，3天后陆氏就召开董事会，确定继承人了。我必须赶在之前一击致命。这么恨他？恨倒没有，只是想起过去的3年，心里忍不住恶心，所以只想速战速决。好，我和你一起速战速决。等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上午都心不在焉的。爸妈，我想离婚了。好好的离什么婚？景舟他……小周，请坐。妈，我来接阿蝶回家，顺便来看看你们。这是给你跟爸买的鱼油，说是对心脏好。景舟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们小两口是不是闹别扭了？阿离刚才说什么要离婚，给我吓一跳。是我不好，惹阿离生气了，这不特意来接她回去。我今晚想陪陪爸妈，不回去了。那我陪你留下，正好妈上回说腰不舒服，我联系了一个理疗师，明天带妈去看看。不用不用，你们小两口回去好好过日子就行，不用管我们。跟景舟回去吧，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别闹脾气。妈，你妈去年刚做了心脏支架，你爸血压180，你确定要让他们知道你想离婚？走吧，阿离，别让爸妈担心。阿离，你等等我。放开！陆景舟，你真让我恶心。苏茉莉，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说我恶心？昨天晚上你背着我跟陆景琛干了什么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别把我想的跟你一样，我没有你那么脏。苏茉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离婚。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恶心也好，恨也罢，你一天是我陆锦州的老婆，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。你好好想想，你爸妈的身体，苏家的脸面，还有你那个离了陆家就什么都不是的身份，苏茉莉，你拿什么跟我离婚？陆景舟，你无耻！随你怎么说，走吧，回家。上车。苏茉莉！今晚你睡卧室，床单是新换的，我睡沙发。我还没有离婚，我现在住在这里算什么？算你终于不用再回那个家了。你今晚可以不用听他的声音，不用看他的脸色，你在这里是安全的。恭喜你，重新获得自由。谢谢。
苏莫离，你长本事了，当着我的面上他的车。先生，3年，我给你陆太太的身份，给你花不完的钱，给你父母住最好的房子，看最好的医院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你什么时候学的做饭？在国外那几年，一个人总得养活自己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学了做给我吃的。尝尝我学的如何？是陆锦州。你待在餐厅，别出来。我跟你一起。没事，不差这一会儿。苏莫离呢？你老婆在哪儿？你来问我。陆景琛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是什么关系，就是什么关系。明天就是董事会，你确定要在这里跟我打架？行，陆景琛，你行，明天董事会见。他快疯了。明天他会更疯。董事会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守不住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是不知道林婉儿会不会站在他那一边。不会，我跟林默儿的离婚协议写清楚了，我给林家资源，林家帮我成为继承人。你离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从我发现自己有机可乘的时候。你最好想清楚，是继续当我的陆太太，还是一无所有？别让自己后悔。当你的陆太太，才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苏家，林家也会站在我这边。他陆景琛输定了。等到时候董事会结束，你再来求我，可别怪我不念旧情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我就进去了，别让老太太久等。不知好歹。今天叫大家来是定陆氏下一任继承人，景琛和景州各自的情况，在座各位都清楚，就不多废话了。李秘书，投票吧。是老太太。陆氏董事会成员共9席，老太太陈董支持陆景琛先生，王董与李董支持陆景州先生。陆景琛、陆景州先生一票归自身，票数2比3。剩余3席，请周董、林家、苏家代表投票。景琛确实能干，但董事会选的是当家人，我投陆景州。周董说的对，陆氏是100年根基，不是赌桌，输不起。看到了吗？没有苏家，赢的也是我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林婉儿，该你了，告诉在座各位，林家站在谁那边？陆景州，投票之前你不如看看这个。你别忘了，谁让你在陆家站稳脚跟的？林家支持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陆景琛接手海外业务3年，利润翻了2倍，而过去2年你主導的项目，一个被陆景琛截胡，一个亏损退出，一个至今拿不到地，你让林家怎么相信你？林婉儿，你商场如战场，陆景琛给林家的条件比你给的好，对不住了，林家支持陆景琛。目前票数，陆景琛先生4票，陆景州先生4票，苏家代表请投票。
阿离，4比4，我们夫妻3年，你不会这么狠心的，是不是？放开！阿离，你想想爸妈，他们身体不好，要是知道我们闹成这样，怎么受得了？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就这一次，你投给我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陆景舟，这3年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现在再说这些，已经太晚。苏家支持陆景琛。苏莫离，你他妈敢！陆景舟，坐下。奶奶，我让你坐下。你自己做的那些丑事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整个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对他发火？什么丑事儿？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结婚第1年就开始了。奶奶，苏家的股份我不会给他，我要离婚。你今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奶奶，李秘书，宣布结果。最终投票结果5比4，陆景琛先生成为陆氏继承人。多谢各位信任，陆氏以后的路，我不会让他走偏。阿离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这辈子都会对我好的，你忘了？他没忘，只是那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你。你明明知道火场里救他出来的人不是你，偷了他3年，现在该还了。难怪你每次看我都像在看别人，原来这不是我的错觉，原来你眼里的那个人从来不是我。如果不是认错人，我根本不会嫁给你。这3年我欠你的，早就还清了。阿离，办完了。你的那份自己收好。还要多谢你，财产分割得很清楚。陆景琛给了欧洲2条线，外加城东那块地，林家没亏。你应得的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林家在欧洲的生意，我去打理。走了。我们也走吧。阿离，老太太的调令下来了，您即日起负责西北地区的业务拓展，没有老太太的批准，不得调回总部。成王败寇，真狠啊！这是我第1次以苏家代表的身份签字。以前陆景舟从来不让我碰苏家的东西，说苏家的技术迟早要混入陆氏，让我安心当陆太太。那是他不懂，苏家的技术你才是真正的核心，你本该在更早的时候就绽放属于你自己的光彩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也不晚，从今天起，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去做。我等会儿就告诉爸妈，他们一定会很开心。苏莫离，我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我也是，只是我不知道，我等的人是你。没关系，以后不会再认错了。